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2000年前的这一声怒吼，像一把钢刀，劈开了层级森严的铁幕。在大泽乡暴雨中，900戍卒被秦力逼上绝路。陈胜腹藏谋略，吴广破庙胡鸣，用最野的招布下中国首场平民起义的棋局，从斩木为兵、揭竿为旗，到坐拥千军之势。他们半年间震碎大秦江山，却途中遭遇吴广被杀，内部分裂，车夫背叛，草根逆袭，为何转瞬崩塌？今天我们就来回顾这场改写中国历史的大泽乡起义。公元前209年，秦二世征发旅左900人前往渔阳戍边。陈胜和吴广被任命为屯长。当他们行至期县大泽乡时，遭遇了连日的暴雨，道路被洪水淹没，无法通行。按照秦朝的法律，误期当斩。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陈胜和吴广深思，去渔阳是死，逃亡被抓回来也是死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奋起反抗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陈胜对吴广说，天下人受秦朝的苦已经很久了，我听说二世皇帝是秦始皇的小儿子，不应该继位，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。扶苏因为多次劝谏秦始皇，被派到外地带兵，现在有人听说他没有罪，二世却杀了他，百姓大多听说他很贤明，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项燕是楚国的将领，多次立下战功，又爱护士兵，楚国人都很爱戴他。有人认为他死了，有人认为他逃跑了。现在如果我们把自己假装成扶苏和项燕的队伍，为天下首发，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。吴广认为陈胜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两人决定发动起义。为了增加起义的号召力，他们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，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行动。他们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了陈胜王3个字，塞进渔民捕来的鱼肚子里。戍卒们买鱼回来煮着吃，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，都感到十分惊奇。夜里，吴广又跑到附近的破庙里，点起篝火，装作狐狸的声音叫喊道：“大楚兴，陈胜王！”戍卒们在睡梦中被惊醒，听到这神秘的声音，更加惊恐不安，对陈胜也越发敬畏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吴广故意激怒押送他们的将尉，将尉果然中计，拔剑要杀吴广。吴广奋起夺剑，杀死了将尉。陈胜见状也冲上前，协助吴广杀死了另一名将尉。然后陈胜召集全体戍卒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们遇到大雨，都已经误期了。误期是要被斩首的，即使不被斩首，去戍边也会死掉7/6。况且大丈夫不死则已，要死就要成就一番大事业。这一声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如同一声惊雷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，激发了广大百姓对命运的抗争意识，也让他们看到了改变现状的希望。在陈胜的号召下，900戍卒群情激愤，纷纷响应起义。他们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以大无畏的勇气向强大的秦朝统治发起了挑战。大泽乡起义的烽火一经点燃，便以燎原之势迅速蔓延。陈胜和吴广率领着起义军，以破竹之势攻下了大泽乡，这是他们反抗秦朝统治的第一个胜利。虽然大泽乡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，但它却象征着起义军的勇气和决心，为后续的战斗奠定了基础。攻占大泽乡后，起义军士气大振，他们乘胜追击，迅速向期县进发。期县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，秦朝在这里部署了一定的兵力。然而，面对士气高昂的起义军，秦军的抵抗显得不堪一击。起义军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无畏的勇气，一举攻克了期县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，陈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，兵分2路。他命令葛英率领一支队伍向东进发，攻打期县以东的地区，自己则与吴广一起率领主力军向西挺进。葛英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，他带领着队伍一路势如破竹，接连攻克了开恩库、浙灿等地。所到之处，秦军望风披靡，百姓纷纷响应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起义军的队伍不断壮大，很快就扩展到了数万人。陈胜和吴广率领的主力军同样进展顺利，他们一路向西，所过之处，秦朝的地方官吏纷纷逃窜，百姓们则夹道欢迎，踊跃加入起义军的队伍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起义军就连续攻克了多座城池，控制了安徽、河南交界的大片地区。他们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当地百姓的反抗热情，也让全国各地的人们看到了反抗秦朝统治的希望。随着起义军的不断胜利，队伍日益壮大，建立一个正式的政权成为了必然的选择。当起义军攻占陈县时，
他们已经拥有了战车600-700乘，骑兵1000余人，步兵数万人，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陈县是秦朝陈郡的郡治，也曾是楚国的都城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也是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。在这里，陈胜召集了当地的三老、豪杰等有影响力的人，共商大事。三老和豪杰们对陈胜说：“将军身披坚执锐，伐吴道、诛暴秦，复立楚国之社稷，公夷为王。”他们认为陈胜领导的起义军是为了推翻秦朝的暴政，恢复楚国的社稷，他的功劳足以称王。在众人的拥护下，陈胜顺应民意，自立为王，建立了张楚政权，意为张大楚国。张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反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他为各地的反秦力量提供了一个核心和旗帜，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反秦的行列中来。张楚政权的建立也得到了各地百姓的广泛响应，诸郡县苦秦力者皆行其长吏，杀之以应陈设。各地的百姓纷纷杀死当地的秦朝官吏，响应陈胜的号召，加入起义军的队伍。一时间，反秦的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，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。陈胜深知，要想彻底推翻秦朝的统治，仅仅依靠现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，向秦朝的核心地区发起进攻。于是他兵分3路，向关中地区进军，试图一举推翻秦朝的统治。第一路由吴广为甲王，率领起义军主力向西攻打荥阳。荥阳是秦朝在东方的战略要地，它位于中原地区，是连接关中与关东的交通要道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而且荥阳附近还有秦朝的重要粮仓敖仓，储存着大量的粮食。如果能够攻占荥阳，不仅可以切断秦朝的东方补给线，还可以获得充足的粮食供应，为后续的战斗提供有力的支持。然而，吴广率领的起义军在荥阳遭遇了顽强的抵抗。秦朝派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郡守，死守荥阳。李由深知荥阳的重要性，他率领着秦军，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充足的粮草，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吴广久攻不下，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。第二路由周文率领，他被陈胜任命为将军，经颍川过函谷关，直捣咸阳。周文是一位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，他曾经在楚国项燕的军中任职，对军事战略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率领着起义军一路西进，势如破竹。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，秦朝在函谷关以东的兵力空虚，周文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，就顺利地攻破了函谷关，进抵距离咸阳仅100余里的细地。这一消息震惊了秦朝朝廷，秦二世胡亥惊慌失措，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。第三路由宋刘率领，令其定南阳，入武关。南阳是秦朝的重要郡治之一，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。宋刘率领着起义军向南攻打南阳，试图通过武关迂回进攻关中。然而，宋刘的进军并不顺利，他在南阳遭遇了秦军的顽强抵抗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一时难以决出胜负。陈胜兵分3路进攻关中的战略，展现了他推翻秦朝统治的宏大决心和雄心壮志。虽然在实际的战斗中，起义军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但他们的行动却给秦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让秦朝统治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。就在起义军形势一片大好，看似即将推翻秦朝统治的时候，秦朝却在危急关头做出了有力的反击。面对周文大军逼近咸阳的严峻形势，秦二世胡亥惊慌失措，朝堂之上一片混乱。关键时刻，少府章邯站了出来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，赦免骊山的刑徒，将他们武装起来，组成军队对抗起义军。秦二世无奈之下，采纳了章邯的建议，任命他为将军，率领这支由刑徒组成的军队迎战周文。章邯虽然是文官出身，但他极具军事才能，他迅速组织起骊山刑徒，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，然后带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，向周文的起义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周文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，但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百姓，缺乏战斗经验，而且在连续作战后已经疲惫不堪。面对章邯率领的秦军，周文的军队逐渐抵挡不住，最终被秦军击败。周文被迫率领残军退出函谷关，一路向东逃窜。章邯并没有给周文喘息的机会，他率领秦军乘胜追击，在曹阳、港池等地再次大败周文的军队。周文在绝望中自杀，他所率领的起义军也随之溃散。周文的失败是起义军的重大挫折，他不仅让起义军失去了重要的力量，
也让秦朝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得以重新组织兵力，对起义军进行全面的围剿。除了来自秦军的强大压力，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，这进一步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，加速了起义的失败。当吴广率领起义军主力围攻荥阳时，由于荥阳城池坚固，秦军防守严密，吴广久攻不下，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。此时，周文的军队已经被章邯击败，秦军的主力正迅速向荥阳逼近。在这危急关头，起义军内部的领导集团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田臧等将领认为吴广不懂兵法，指挥不力，继续这样下去，不仅无法攻克荥阳，还可能会被秦军包围，导致全军覆没。他们主张留下少量兵力继续围困荥阳，而将主力部队调去迎战章邯。然而吴广却固执己见，坚持要继续攻打荥阳。他认为荥阳是战略要地，必须拿下，否则起义军将无法西进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田臧等人见无法说服吴广，竟然做出了一个大胆而疯狂的决定，假传陈胜的命令诛杀吴广。他们认为只有除掉吴广，才能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，挽救起义军的危局。于是田臧等人趁吴广不备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吴广的首级献给了陈胜。陈胜得知吴广被杀的消息后，虽然十分震惊和愤怒，但此时起义军正面临着秦军的强大压力，他也无力追究田臧等人的责任。为了稳定局势，陈胜无奈之下只好任命田臧为上将，让他继续指挥起义军作战。然而田臧的军事才能远不及吴广，他率领起义军与章邯的秦军在敖仓展开决战，结果被秦军打得大败，田臧也战死沙场。吴广的被杀和起义军的内部分裂，让起义军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也让他们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袖和军事将领。从此，起义军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，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，只能节节败退。随着周文的战死和吴广的被杀，起义军的形势急转直下，陷入了绝境。章邯率领秦军乘胜追击，接连击败了起义军的多支队伍，兵锋直指陈胜所在的陈县。陈胜亲自率领起义军在陈县以西迎战秦军，但此时的起义军已经士气低落，战斗力大不如前，根本无法抵挡秦军的进攻。在秦军的猛烈攻击下，起义军很快就被击败，陈县也被秦军攻占。陈胜被迫率领残部逃离陈县，向东南方向转移。在逃亡的过程中，陈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，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少数亲信和士兵，而且粮食和物资也越来越匮乏。曾经轰轰烈烈的起义军，如今已经土崩瓦解。陈胜也从一位备受拥戴的起义领袖，沦为了一个落魄的逃亡者。公元前208年12月，当陈胜逃至下城父时，他的车夫庄贾见大势已去，为了贪图富贵，竟然背叛了陈胜，将他杀害，并拿着他的首级向秦军投降。曾经高呼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的英雄陈胜，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，年仅39岁。陈胜的部下吕臣得知此事后，立即组织了一支苍头军向庄嘎发起进攻，杀死了庄嘎，为陈胜报了仇。陈胜、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，但他们点燃的反秦烽火却并未熄灭，反而越烧越旺。在陈胜、吴广起义的影响下，许多六国旧贵族也趁机起兵，纷纷加入了反秦的行列，试图恢复自己的国家。其中，项羽和刘邦也在这时候走上了历史的舞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